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Grayson。今天的这期影片，我要和大家公布我在 YouTube 的第1个月收入。不仅如此，我会告诉大家在通过获利标准之后，申请盈利的整个流程。在这个流程里有哪些应该要注意的地方，会帮你减少很多麻烦。如果你好奇一个8000订阅的频道在 YouTube 上能够赚多少钱，并且你想顺利的开通盈利，那就千万别错过这期影片。首先再和大家说一下 YouTube 的获利标准是1000个订阅人数和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。1000个订阅人数比较好理解，大家一般都是先达到这个标准。这里要注意的是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 ，YouTube 规定的是要在1年之内积累到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这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是通过超过12个月时间才累积到的，这并不符合规定。具体大家可以参照这个图，并且一旦你通过标准 ，YouTube 会发邮件提醒你。当你达到1000个订阅人数和4000小时观看时长之后，你就可以开始申请获利。第一步，你需要注册 Google AdSense 账号。YouTube 的所有者是谷歌，所以你的 YouTube 广告收入是通过 Google AdSense 支付给你的。我们可以直接 Google AdSense。一般第一个就是，如果你的年龄在18岁以下，你必须要经过家人或者监护人来帮你设置，因为年龄在18岁以下的人是不能够设置 Google AdSense 账户的。设置 Google AdSense 账户也十分简单，一般4到5步就可以完成。当你设置好之后，你就要填入3类的信息。首先，第一类信息，银行信息。Google AdSense 会往你提供的银行账户里导入2笔非常小的金额，一般是在1美金以下。当这2笔金额到账之后，你要回到 Google AdSense， 告诉他这2笔金额具体的数额，这样就能够验证你的银行信息。第二类就是税务信息，这区别于你是否在美国。如果你在美国，就要填一些具体的税号等等相关信息。我不在美国，所以我就填写一些基本的信息就够了。第3类信息是你的住址。Google AdSense 要确保你是否是真人，并且会寄信到你的家里。做完这些步骤之后，你就完成了 Google AdSense 账户的设置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提交我们的获利申请。首先来到创作者中心，选择获利之后，这里会要求你链接刚才注册好的 Google AdSense 账户，然后 YouTube 就会开始审核你的频道，审核你的影片内容，审核你的订阅者和观看量是否是真实的。这个审核过程的时间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有的人花了几天，有的人花了几个星期，也有的人花了几个月。我是通过1天就完成了审核。当你完成审核之后， YouTube 就会发邮件告诉你，你顺利的通过审核，你可以开始开通获利了。通过获利就意味着你能够在你的影片里面加入广告。YouTube 刚刚发布了一项新的规定，原本是10分钟以上的影片才能够在影片中间加入广告，现在降低到8分钟以上的影片就有资格在影片中间加入广告。所有在8分钟以下的影片可以在头尾加入广告。添加广告也十分简单，你可以在你的影片信息里点击获利，然后你就可以加入不同种类的广告。做完这些步骤之后，你就可以开始获得广告收入了。现在还有一个步骤没有完成，就是验证我们的 Google AdSense 账户。这里大家要注意，必须完成我之前说的所有步骤才能开始这一步。Google AdSense 会根据你提供的地址给你寄这封信。我相信大家都看到很多 YouTuber 都拿着这封信拍照当缩图了。这封信其实不是 YouTube 的支票，而是你的 Google AdSense 账户的验证码。这里面有5到6位的验证码。当你收到这封信之后，你要回到 Google AdSense， 在首页你可以输入这些验证码。输入完之后，你就完成了验证。这里有个小细节，应该其他的 YouTuber 都没有提到过，就是你必须要获得10美金以上的广告收入之后， YouTube 才会把这封信寄给你。完成这个步骤之后，你就完成了所有的工作。现在我们再来聊一聊，我们如何才能收到广告收入。你的广告收入是按照每个月的第1天到最后1天来算的，例如8月1号到8月31号，所有的金额会在下一个月的15号结算，并且会在下一个月的21号转入你的银行账户里。例如9月15号会结算你8月份的广告收入，并且在9月21号你可以收到8月份的广告收入。这里有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下，你必须达到单月超过100美金以上的广告收入，你才能够取出这些收入。如果你单月获得了99美金，很遗憾，你无法取出这个月的收入。但是大家也别担心，这个收入会直接转入到下一个月，和下一个月统一结算。我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，
是什么决定了自己的广告收入？这就要引出 CPN 这个数据。CPN 就是1000次有效观看，广告商愿意付的钱。如果你的 CPN 是$10，那么你每1000次的观看就能够获得$10的收入。这里的观看次数指的是获利观看次数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的影片有10000次观看次数，但是只有1000次获利观看次数，那么你就只能够获得1000次的获利观看收入。这就是为什么即使2部影片有相同的观看量，他们获得的广告收入也有很大的不同。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我们的 CPN？ 有的人 CPN 为$1、$2、$3，而有的人 CPN 能高达$20、$30、$50。首先，第一个影响因素是你的观众所在的国家和地区。如果你的大部分观众来自于美国、加拿大、欧洲一些发达国家，那么你就能够拥有高的 CPN。如果你的大部分观众来自印度、非洲的一些国家，那么你就可能获得非常低的 CPN。第二个影响因素是观众群体的语言和年龄。如果你的观众群体为儿童，那么你获得 CPN 就会不同于那些观众群体为成人的频道。中文频道和英文频道的 CPN 也会有所不同，一般英文频道的 CPN 会比中文频道的 CPN 高。第三个影响因素是影片的内容。一般来说，关于钱的频道 CPN 会比较高一些，对于生活类的频道就会有较低的 CPN。接下来我就会带大家进入我的电脑，告诉大家我的收入情况和我的 CPN 有多少。现在大家就来到我的后台，所以我在7月份获得的总收入为$459.93，我的 CPN 为7.06。最近 YouTube 又推出了一项新的数据，叫 RPM。RPM 就是 YouTube 在抽取45%之后，你能够获得的收入。所以 RPM 这个数据就能够直接体现出你在每1000次能够获得多少收入。例如我的 RPM 是4.01，那么就证明每1000次观看我就能够获得$4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7月的这整个数据，7月1号有$8.63，然后一直都很平稳，每一天都在$8左右。但是从这里开始，我的有一部影片就开始受到了 YouTube 推荐，所以就开始很多人在观看这部影片，也导致了我的收入会增加，最高达到了$38.2一天，然后之后就慢慢下滑。我是6月22号通过的获利，所以这6月的收入大概是我9天的总收入。6月份的收入为$79.9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获利最多的影片为这部影片，7月份已经帮我获得了将近$200的收入。第二名是这部影片，获得了接近$60的收入。第三名是这部影片，接近获得了$50的收入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每部的 CPN 到底有多少，它们究竟有多么大的不同。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加号，然后点击按照每1000次展示的费用进行排序。第一栏就是各个影片的 CPN， 大家可以看到我收入最多的这部影片，它的 CPN 只为$5.57。然后第二名的这部影片，它的 CPN 为$8.45。第三名的这部影片，它的 CPN 为$8.17。这部影片是讲赚钱网站的，它的 CPN 就比较高，达到了$11.1。然后我们再看其他，也都是在$5到$8左右的 CPN。这个讲被动收入的影片，它的 CPN 为$10.33。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这两部影片，虽然它的 CPN 都差不多，但是它的获利播放次数差了很多。一个是接近12000次，一个是接近10000次，所以就导致了这两部影片的广告收入有所不同。然后这里还有广告类型，我获得最多收入的就是可跳过的视频广告。YouTube 有不同的广告类型，大家可以去看看哪一种广告给你带来最多的收入。那么这些就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我在 YouTube 的收入情况，也带大家过了一下申请获利的流程，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得到有用的信息，也希望大家能够顺利的通过 YouTube 获利，开始在 YouTube 上赚钱。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这期影片，欢迎为我点个赞。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的内容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我会每周更新影片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